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中国开放了对欧洲5国，就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以及马来西亚的15天免签政策。这条新闻已经在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面刷屏了。马来西亚方呢也非常迅速地做出了回应，马上开放了对中国的30天免签政策。没有了签证的烦恼，我相信有很多想来中国旅游的小伙伴们已经开始准备踏上畅游中国的旅程了。然而，其实对于新加坡人来说呢，这已经不算什么新鲜的事情了，因为早在很久之前，新加坡游客就已经能够享受到赴中国15天免签这方面的超方便待遇了。这一便利措施呢，为新加坡赴华旅游、探亲、经商提供了便捷通道，让两国人民的交流更加的紧密。尤其是那些在新加坡留学、工作、生活，并且已经成为新加坡公民的人，他们的父母、家人往往还在中国。15天的免签政策给他们提供了随时回国旅行、探亲访友的便利。不过，在疫情期间，中断的免签政策给一些新加坡人带来了困扰，申请中国签证的人一度在中国大使馆面前大排长龙。不过好在现在总算是恢复免签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地理版图特别大，地大物博的，风景也很秀美，文化也很博大精深。短短15天的免签旅行时间，可能对于想要真正探索中国人来说，似乎是有那么一点仓促，一次也可能只是去1-2个城市。我本人今年就趁着回国办婚礼的机会，带着我老公一家人在国内一起游玩了长沙和湘西张家界这几个地方。这里有很多的特色美食和美景，让他们觉得特别的新鲜和享受。就比如说长沙，我的家乡，新晋的网红城市，主要是以美食、夜生活以及3000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标签的城市之旅。大街小巷里隐藏着无数的美食，比如说长沙牛肉粉啊、糖油粑粑、臭豆腐等等。洗脚城、酒吧、club 通宵不关，凌晨3点的解放西还是灯火通明、车水马龙的不夜城。还有马王堆汉墓啦、千年不朽的女尸、岳麓书院、四羊方尊等等重要的历史文物以及名胜古迹，蕴含着楚汉文化和湖湘文化的浓郁气息。在这一个城市就要玩个好几天呢。说句题外话，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网名要叫新城栗子吗？其实因为是取自新加坡和长沙这2个城市的哦。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很久以前是叫做新加坡嘛，那个星星的星。长沙从古至今呢也有新城、新沙之称。这是因为长沙星正好位于长沙的上空，所以很多古代文人墨客呢都会用新沙来代称长沙。所以作为出生于长沙、长居于新加坡的我来说，新城这个名字对于我而言就特别意义非凡了。我们婚礼过后呢，就全家一起人包了一个小型旅游团，去了湘西张家界那一带。张家界和长沙是完全不同的旅游了，长沙是城市，张家界就是去山里看自然景观。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去中国旅行，看水就去九寨沟，看山就去张家界。那些山真的是特别的险峻奇异，被誉为是天下第一奇观。你们知道吗？以前《阿凡达》的电影就是在张家界取景的呢，实在是属于有生之年必须要来一次的系列了。当然啦，我们还有去那个湘西的苗寨，感受了一下当地苗人的风土人情。我还在他们那里买了一个40多克的手工银镯呢。你看，就是我现在手上戴的这个，听说是可以消炎、杀菌、吸出体内湿气。我觉得我特别合适，尤其是生活在新加坡这种潮湿炎热的地方。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用，可能就图那么一个心理安慰吧。说到旅游啊，我真的超级兴奋的，因为中国真的太大了，太美了。15天是完全不足以品味够中国的名山大川、千年文化和地方美食的。在这片东方的神奇土地上呢，哪里都可能遇到特别惊艳的风景、美味的小吃，当然还有热情好客的中国朋友们啦。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多来几次，才能更充分的领略到中国的绚丽风采。你们知道吗？我的老公已经开始憧憬下一趟中国旅程了。下一次我们会去哪里呢？算了，也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们12月就准备去中国最冷的城市哈尔滨。大家知道不？12月的平均温度啊是零下几十度呢。我老公他超级期待，因为他超级喜欢吃开在新加坡的东北菜馆，去了那里肯定是可以吃到很多东北菜的。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可以过一个下大雪的圣诞节。不知道大家期待吗？到时候我会跟大家介绍我们在中国东北的旅行。如果你们也有近期想去中国的计划的话，记得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在评论区问我，我看到都会尽可能回答的。最后呢，我觉得中国这一次试行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也表明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未来还可能有更多的国家会纳入到免签范围。对于中国感兴趣的外国朋友们，你们可以多来几次中国，多了解中国。我也希望国内的一些商家能够平等的对待外国游客，千万不要做那种一锤子买卖、宰客等杀鸡取暖的行为，让外国游客能够更轻松的来中国畅游山川湖海，品味千年文化，体验中国的文明和速度，让他们亲身感受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同时呢，我也特别期待新加坡能够尽早的开放对中国游客的免签，方便中国人来新加坡旅行、探亲、公干，让中国游客享有更多的便利。那么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吧。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期待你们的评论。对了，如果你们有什么关于新加坡的任何问题，比如说投资理财、上学、留学、租房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直接来找我，我会尽可能的回答大家的问题的。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